Hello，大家好，现在是早上。今天的内容是要打算挑战，也不算挑战，打算录一期是没有进度的，就是比较随性的聊吧，聊个5分钟就好。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读经都是没有进度的，因为我真实的读经并不会照着某个进度来读，我通常是凭感觉。我有8部经典都已经做成 PPT 电子化的版本了嘛，所以说当我要读经的时候，我是会打开资料夹，然后呢随性的挑一个今天想要读的经典，我就会把档案打开，然后我就会用快速浏览的方式这样看来看去，然后看到一段我想读的内容，我就会停下来读一下。所以我真实的读经是很随性的，是不会有任何的进度的。当然我们自己在读的话，还是会说，比方说我会从头开始看啊，从头看到尾这样子。就是比方说我一样会翻到第1章，然后这样子一张一张投影片往下看。但是呢，就是看的速度是不固定的。比方说我可能会一直滑过很多，就是会一直下一页一直看过去，然后看到一段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有兴趣的内容，我就会停下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读经也是放空的那种感觉，对我来说也是可以是一种放空的一种休闲，就有点像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放空的时候，通常会播个音乐来听，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对于放音乐好像没有那么的兴趣和喜欢，有可能是因为胃口被养大，就是以我们现在的心境啊，一般音乐的那些频率和内容，有时候不是真正能达到我们的共鸣，所以说变成听音乐没有达到娱乐效果。读经典呢，有时候哪怕是我这样子没有目的性的随便浏览里面的文字啊，对我来讲不知道为什么都有那种娱乐效果，就是也不能说娱乐效果，就是有那种轻松的感觉，我就也不为了理解什么内容，就随便看一看，东看西看。所以我想说的是，真正的读经是不会是照进度来的，铁定是很比较个人化的，然后比较随性的东西，不会是那种好像去上课，然后呢照着一个进度，或是说照着别人给我们的功课，很规范的这样读。我从来不是这样读经的，我读经都是很自由的，就是很随性的，就是很真实的翻看。就像我以前分享我读圆觉经一样，我就一本很小本的袖珍版的圆觉经随身带在身上，我想到就看，看到就随便翻，不会有任何的局限，也不会有任何的进度压力，就很自由的这样。有时候哪怕我看来看去，就算我没有特别去理解什么内容或特别怎么样，我也觉得开心，就是这样子。还有我分享一个，就是说，其实真的读经到，就是说，到一个阶段，或是说到一个过程的时候，其实读经速度会很快。就比方说就像我们一般看书也是一样，就是你瞬间看过去，你心里已经看完了。比方说这一页 PPT， 我瞬间看过去，我已经看完了。你知道我现在读经是怎么样吗？我现在都是按着这个下页有没有？然后我会一直按，我会一直这样按，我会一直这样按，我就按得很快，然后这样一直浏览下去。那你说如果要去讲，怎么来得及哈？去讲铁定来不及的，就是有时候读经你这样看下去，然后你一瞬间的感受，就像我前面分享的，它那已经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心中的那种感知，它是跟我们的六种感官是不知道怎么说，就有时候你在看这样子浏览的时候啊，它一些细微的思绪流或是感受，它是快速的切换，就是快速的
的流过。就是说，因为自己读经的时候，你不用把它不用经过这个感受，然后转译成语言表达的过程，所以说自己读经的时候会比录影分享更快很多很多，因为你读到一页，那你有什么感受，你自己，有点像是说，我们内在，比方说好了，我有分享内在感官嘛，就是说，不管你认为这个是来自于内在感官，或是纯粹第六意识的思维都没关系。就是说，我们读经的时候啊，有所心得出来，不管这是真正的灵感，还是说第六意识。当你灵感出来的时候呢，最终还是到第六意识去，会稍微去过一遍。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是自己读经的话，我们不用把它转译成文字，所以我们可以很快速的给它过掉，这样子。就是呢，如果是自己读经的话，这样子一直切换下去，就是一直切换着经典文字的画面啊。然后呢，随着这个画面的切换呢，我们内心也会有一个心流或是一个思绪意识流，它在流动。然后呢，当我们不用分享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让这个意识流就是让这个内在的这个意识流动呢，就在有点像在背景里面这样子，一直去流动。然后我们就直接感受，那有一部分可能会转换成思绪，一部分可能就不会去转换，就是让它自己去流动就好。就我们不会特意转换成文字或是思绪。但即使我们不特意转换成文字或思绪，我们内在还是会明白说一些道理，或者说到底看了什么东西。换句话说，当我这样子切换这些文字的时候啊，就算我没有特意去想，但是呢，我们还是会在内在还是会有吸收到内容，只是那些内容很快，或是说它是比较那些内容它是比较多层次的，或是它不是文字像的，不是文字像的东西，像是一种平面。然后呢，我们在不管是听音乐或是看文字，当你没有去想或是转换成文字表达的时候，它的内容是有点像是，就像我之前比喻的，像压缩档一样，它是一种感觉。这个感觉你能够转译成文字或转译成艺术创作，但是它没有转译的之前，它就是一个感觉而已。然后它就在我们的内在的思绪流或是意识流的比较内在的地方去流动。然后呢，你去觉察的话，会觉察到那个感觉。但是你要进一步转译成文字的话，还要再经过思维性的协助。那我们如果真的自己在读经的话，我们不会去特意转译出来，我们就是去觉察这个感觉，然后让这个感觉流动而已。等于是我看着经典的内容，这样子一页一页的切，然后我内在会随着这个文字，就像我们一般年轻的时候听音乐一样，会随着音乐有一种情绪的流动和感受。读经也是一样，我看着文字切，内在会有一种感觉，然后它会自己在流动。那我不去思虑，我不进一步把它转换成思虑或转换成文字的情况下，我就纯粹去感受这个内在的这种心得的流动和它的进展，就像听音乐一样，它这样子一直往下走，那你就感受就好了，不用做任何的动作，这样子。有时候读经就这样子而已。像我们现在读经都有点像速读一样，这样啪一直这样切，因为我们是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的规范，没有任何的障碍，没有任何的限制的。那也不会说就这样子读经就造成怎么样不好效果，不会有任何不好的效果，因为真实的，如果是自己读经的话，真实的状态就是这样子的。你不用去转译成文字，也不用去思虑。那当你不用去转译成文字，也不用去思虑的时候，何来任何的限制和障碍呢？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限制。你就是像听音乐一样，你这些文字，然后呢，引发你的内在一些感受、一些心得，你就让它在这种背景，有点像背景一样，让它在背景当中流动。那你还是会能够去隐约的觉察到这个背景流动的感觉，然后也有可能隐约有一部分的内容，你已经不自觉的转换成一些思绪，或转换成一些
文字，只是你没说出来，也会有，但是就是片片段段的，就是自然而然的，不会很刻意的。当我们在背景下思绪流动的时候，就有点像是坐飞机或是坐高铁。然后当你要转译成文字的时候，就像速度突然慢下来；当你要思考要转换成文字的时候，就像速度突然慢下来，慢了很多，慢了非常多。然后你必须要把速度慢下来，然后它开始转译成文字，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当我们要去思考啊，或是说要转译成文字的时候，有时候它那个速度就是内在的这个意识和这个体会流动的速度是会要踩刹车，是会慢下来的。因为你不慢下来，你就来不及转译成文字。当你不用转译文字，它内在背景下去这样流动的时候，你用感觉的去吸收那些内容，它速度是很快的，它速度是远远超过文字的速度。你只要感觉而已，不用去思考，也不用去转成文字，它的速度可以很快速的流动，然后你还是可以来得及接收。所以我们内在不只是，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内在不只是一种感知能力，它也是一种更快速的一种学习能力。你不用经过文字或思考，反而更快。我觉得这应该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只是说每个人本来就有这个能力，只是说我们被后天的教育带动，我们总是要去思考和文字的去组织的时候，我们就这个心流或这个意识流，或是这一种不知道怎么说，这一种将意识和内在感受同步去融合在一起学习和感受东西的这种能力，好像就被后天的教育给干扰了，然后给速度就变慢了，或者是说也有可能我们被训练成好像我们不去思考，不去转换成文字，好像我们就不知道要怎么去感受和解读这种内在的灵感，你就不会不知道怎么样子去应对它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会有人有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但我自己的话，我是不会。我自己的话，我是不会说，我不去思考，或是不去文字化，我就没办法去倾听那种感觉，我是不会。反而我觉得不用讲出来，不用表达出来的话，它是更快更轻松的。甚至我可以没有逻辑性的，我可以跳。比方说，我读的是六祖坛经，可是我突然跳到另外一部经典的某个内容，然后呢，不相干，它是可以同步的。就是我们内在它是可以多功能。比方说，我这边读的是坛经，那我可能一部分在处理坛经的内容，另外一部分我又跳到了另外一部经典，但是又不影响。它不是线性的，不是像我们的思考是线性的，是二维的，不是这样。它可以像我们电脑一样，同时内在背景里面跑好几个程式都没有关系。所以说，也许我们如果今天我是闲聊，突然聊到这个，也许我们如果更善用这种，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哈，就是说，也许我们如果更多的学习啊，是不用把它简述，然后到意识去思考，也不用把它简述到文字表达，不要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纯粹让它在背景当中去跑，高速的跑动，然后我们用觉察的能力呢，去感受和学习和吸收，但不用进入到慢速的这个失去状态的话，那也许我们在学习很多东西的效率是会更高的。而且有可能就是说，当我们用这种内在的意识或是心流或是这种状态在学习的时候啊，也许我们更容易呢，在这好像一道高铁一样，它不只是载着我们过去的知识，它有时候会载着，也许就像我说的，来自一些信息场啊，或是一些什么的灵感，它会同时会在这班列车当中附加进来，等于是我们内在的这种意识呢，它同时呢连接到了我们的思维第六意识、后天的意识，但是它同时呢又串联到
透过一个频率，或是透过一个信息场，又串联到一个集体潜意识去，串联到一个整体智慧去。所以说，这个心流呢，它所载运的这些货物和内容，和这些心得和这些灵感，就像一套高铁一样载着这些东西。它反而是不只是我们自己的知识，它载着的是很多集体意识，或是其他过去、现在、未来的东西。然后，当你用内在的心流去感受，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了，反正就是用内在的感知去学习和感受这些内容的时候，你反而可以收益到这些更多的多元化的内容和货物，而不只是我们第六意识的思考和逻辑和判断这些内容而已。这些是属于超慢速的，你像用走的一样。然后我们内在在学习，那是属于像高铁一样，是属于超快速的这样。所以说这个东西，以前好像也很少聊到这个东西，但今天我在讲说，实际读经的状态其实是不是那么的，好像在学习一个，好像在一道课程一样，其实不是的。真实读经不是这样子的，好吧？今天就随性分享一点内容，不知道是有没有用，我觉得也算是一种记录吧。我以前也没有去记录到，以前没有去记录到这方面的内容。那今天这样聊一聊，我才又想到说，确实这件事情，是跟一般的学习不太一样。刚好也最近读了这些经典嘛，《圆觉经》和《六祖坛经》啊，其实有稍微讲到一些内容。然后呢，所以今天就想到这些内容来讲。确实，我觉得就像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啊，因为我把它录影下来，把它记录下来，所以说更多层面的把这些意识比方说潜意识或内在意识的这些心流或意识流的内容呢，更多的把它放到我们的第六意识去表达和记录，然后我们才会潜意识才会更明确的感受到说，哦，我在想什么事情，我在说什么事情。那平常的时候，可能它就像在背景里面一样，不会特别的去觉知说，哦，这些的内容是什么东西。你只是自然而然的这样子的习惯去每次都不自觉的这样做了，没有特地的去思考说我做了些什么。但今天这样子讲一讲，我觉得确实，思绪是我们在学习是有高铁的速度和慢速的用走的这种速度是不一样的。那当我们用第六意识和去起心动念去思考的时候，或是要把它文字化的时候，要把它转译成文字的时候，我们速度是整个降下来的，而且它的维度和层次性是马上降下来的，就像一道高铁一样。当你要思虑和文字化的时候，你可能聚焦到其中的某个车厢的某一个段落、某几个座位中的货物内容，你去把它思考和文字化。但是当你不要去思考和文字化的时候，你是整艘高铁直接这样就一直流过去，你都可以同时扫描全部的内容。它就像扫描一样，像我们电脑扫读或扫描一样，它是可以快速扫描过去的。但是当你要把一个电脑里的档案打开来看这个图片、看这个文字、看这个内容的时候，它是不是在慢下来？它得把这个档案打开来让你看里面的内容。可是当你不要把它打开的时候，你只是用扫描的，那速度是非常快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样的比喻和概念？所以我们内在一些思绪啊，当我们真正在进行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学习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用去文字化，也不用去真正的去把它去思考分辨它的时候，我们就纯粹是感受很多的意识啊、灵感的流动的时候，其实它就像扫描一样，它是可以超高速的。然后在这样子的频率状态之下的话，所有的意识是可以很快速的一直流，它可以一直带东西过来，然后你从这个，你只是这样子，好像在背景里面去扫描这些内容，然后呢，这样子的心得是更快更多的，而且是它的层次是更
更高、更多层次的，那你反而是不是能够感受到更多东西？但是当你开始动用思考的时候，要文字化的时候，它速度整个就减慢下来，甚至它就只是针对某个车厢的某一些内容开始去解读了。那你就已经无法去聚焦其他的车厢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你就没办法去聚焦到那么多面向了，因为你已经选择专注在这些内容里面了。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比较少去探讨这个，比较少人去探讨这个东西。但今天刚好讲到，我觉得跟我们的经典和佛学的内容有点相关，就是现在的人很少学习怎么样不要把这个背景意识当中，好像一个高铁一样，好像一条超高速的动车高铁一样。现在人很少学习说不要把这些背景意识当中的，我称它为背景意识好了。现在人很少学习说怎样不要把背景意识里面的内容，不用把它文字化，不用把它提升到第六意识，就纯粹去感受整个背景意识的流动。然后你透过一种更细微的觉察，直接去感受这些背景意识里面到底有哪些讯息。然后呢，有必要的时候我们才把它转成文字化，没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就直接用这种背景意识的感知来学习就好了。我们不用去思考，或者是用文字化去思辨。那这样子的话，整个学习是一种完全是属于不同维度的学习。当你用思维心和文字化的状态，用第六意识大脑去学习这些内容的时候，它是属于超慢速的，它是速度是整个要降得很慢，为了方便你去思考，为了方便你文字化，为了方便你转译成文字，所以它速度降得很慢，你只能聚焦某些内容而已。但是当你不要去做这个动作，不要去文字化和思考的话，它是可以在背景当中很快速的流动，然后你用一种像扫描的方式呢，去感受这所有的流动过去的内容，你会截取到更多也许来自于潜意识，来自你自己集体意识，或是说信息场，你会截取到更多的相关的讯息。但是，一旦当你想要起心动念，想要去思辨的时候，它速度瞬间降下来了，那你只会去针对你所能认知到的某个东西，你认知到有这个东西，你想把它转译，那这个时候呢，其他那些潜藏的讯息和其他那些所谓的智慧的话，因为你根本没有认知到它的存在，就好比说一台高铁上你不认识这些乘客一样，你只会知道说，你认识的哪个朋友、哪个亲戚坐在高铁上，然后你就想要跟他讲话。但是呢，高铁上所有的乘客，很多的乘客，也许某些乘客是会让你惊讶的，但是这些乘客你不知道他的存在，所以你根本不会去跟他沟通。但是当我们不要去思虑的时候，流动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哦，原来高铁上有谁，哦，原来有谁，你会知道。那这样子的话，你会有额外的收获。这样子，好，那今天就简单聊了一点这方面的内容。又聊超过时间了，我本来只想要聊5分钟，好奇怪。本来只想发一个就是没啥用的，就是随便聊一点内容，就是分享说，其实正规的读经，正常的读经是没有那么规范，是比较随性的。那刚好聊到这个话题，我觉得也不错，就记录下来吧。那我们就明天见，拜拜。